同样是内娱选秀出来的限定女团火箭少女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，而同一个公司的樱桃少女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，专辑只出了2张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单曲，实在是让人遗憾不已。其实樱桃少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资源热度也还挺高的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这7个女孩的关注也少了很多。没想到近日一个叫樱桃少女毕业倒计时100天的话题突然在网上炸开了锅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跟围观。看着热搜，人们也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樱桃少女出道都快2年了，这解散都开始进入倒计时了，连场演唱会都没有开过。同样是俄选之女，为什么出道以后的境遇会相差这么大？为什么樱桃少女高开低走了呢？这期节目小新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。首先，樱桃少女在出道前已经有了火箭少女这个火爆的女团师姐了，大家都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火箭少女身上，毕竟是内娱选秀出来的第一个女团，吃尽了选秀的红利。火箭少女是观众们第一次通过自己投票自己选出来的女团，大众会感到非常新鲜，也就追得很真情实感，所以火箭少女在大家心目中一定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，这个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的。当时在国内选女团还是比较新颖的，后来随着选秀节目的频出，樱桃少女303成团的时候，市场已经有很多组合了，观众们也会觉得没意思。况且除了女团还有男团，不可能每一个都喜欢。在知名度上，樱桃少女远不及火箭少女。创造101在开播之前，因为孟美岐和吴宣仪的加入，观众呼声很高。毕竟这2个人在海外已经是作为宇宙少女的成员出道，而且积累了很高的人气。而创造营2020开播前，人们虽然注意到希林娜依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，陈卓璇演过陈情令，张一凡有 TFBOYS 的打 call， 知名度最高，但综合下来比不上孟美岐和吴宣仪。在节目关注度上，节目开播后，杨超越又走进了大众的视野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个没有背景、没有实力，仅靠颜值和性格的女孩，能撑起整个节目的热度。杨超越应该是众多选秀节目中难得一遇的特例了，实力不够，人气来凑。而反观樱桃少女，大家肯定是有话题讨论度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尤其是陈卓璇顺位发布后的那一句“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”，在当时可谓是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，但是和杨超越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杨超越自己一个人的热度都要超过所有人热度的总和，更别说还有付晶的自信、坐上王座等等。在综合实力方面，樱桃少女有7个人，其中倭寇担当就占据了4个人，剩下3个人中还有2个都是舞蹈担当，相当于 rapper 就没人了。每次需要说唱的时候，就只有希林娜依高可以顶上。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团，这样的配置是不合理的，而火箭少女就不一样了，11个人中无论是舞蹈担当、声乐担当还是说唱担当，都分配得很合理。就拿综合实力最强的 C 位来说，孟美岐无论是舞蹈能力还是唱跳能力都毫无短板。希林娜依高的倭寇能力是比孟美岐要高一些，但是舞蹈实力就不太行，差了一大截。杨超越实力是最弱的，但是她能担得起火箭少女101的门面和话题度。相比之下，同样是实力比较弱的张一凡就要逊色很多。在歌曲传唱度上，火箭少女出道没多久就演唱了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的插曲新歌《卡路里》。卡路里刚出来的时候，外界评价也不太好，而且从音乐性角度来说，质量也并不高，甚至被说成是口水歌，但传唱度和爆火程度却毋庸置疑，成为了当年最火的神曲之一。尤其是杨超越的那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，谁也模仿不出其中的灵魂所在，火箭少女的名头也正式打响。而樱桃少女303虽然有4个声乐担当，出的新专辑也还不错，歌曲也很好听，但传唱度却远远比不上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。当然了，这种事情其实是有偶然性的，即便是口水歌，也不是音乐人们想做就能做出来的，只能说火箭少女赶上了，而樱桃少女少了一点运气。综艺方面，火箭少女101作为创造营系列首个诞生的团体，鹅厂对其倾注的心血着实不少。从公开资料中，综艺节目的数量就可见一斑，但是樱桃少女的综艺节目数量却屈指可数。其次，
樱桃少女和 The Nine 比起来，樱桃少女背靠腾讯，资源是要优于爱奇艺的，但是不论是刚刚出道，还是如今看来，却不是如同大家所想的那样。樱桃少女从出道开始，热度跟话题度都没有同期出道的 The Nine 高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播出比较晚，当时很多观众都在关注《青春有你2》，创造营2020的热度自然就少了很多，所以在时机方面，樱桃少女错失了一大截。所以晚出道的樱桃少女，不管是在品牌资源上，还是在卫视的表演邀请上，都没能比得上 The Nine， 这也让他们在打开知名度上受到了局限。创造营2020的播出时间比《青春有你2》晚，但基本上是属于同期。既然是同期，那就避免不了拿出来对比一番，比实力，比颜值，比资源。无论是节目播出前，还是在节目播出期间，赵小棠、虞书欣、孔雪儿等人隔三差五上热搜，成团夜也是抢占了好多条热搜榜。乃万比创造营2020同样在还没播出前就有人气选手引人热议，但是播出以后的热度就远远不如《青春有你2》。除了陈卓璇因为发言和成团夜的超强实力上过热搜以外，似乎就没有别的了。还有就是节目的争议人物，比如张一凡。当初鹅厂选择张一凡，应该就是争议最大，能引起话题讨论度，但是这个作用在前期和成团时的确是发挥出来了。但是自从成团后，人们就很少能在网上看到张一凡的消息，更别说有能引起争议的点了。同样是作为争议人物的虞书欣，无论什么时期，她的热搜就没有停过，口碑也是从以前的饱受争议，到后来的被大众完全接受，似乎谁也逃不过小作精的真香定律。实力方面，尤其是在团体的配置上，谢可寅的 rap 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可是樱桃少女连个 rapper 都没有。舞蹈方面 The Nine 刘禹锡、安琪两个强者，还有许佳琪。樱桃少女刘仙宁的舞蹈实力也和他们不相上下，跟刘禹锡、安琪差不多是同一水平线的。当然，近年来疫情猖獗，很多歌手都因为疫情关系无法开演唱会，樱桃少女也不例外。大环境的影响让他们无法跟火箭少女一样在舞台上施展自己，还有就是内娱的爱豆市场，相对比南韩来说，偶像在国内很难发展，没有专业的打歌表演舞台，大家基本上都是活跃在各大综艺之中。还有就是大家都说宇宙尽头的尽头是演戏，组合之中演戏的爱豆也不少，可真正是科班出身或者说演技不错的爱豆真的并不多，所以市场局限了他们的发展，他们没有机会去展现自己，渐渐的也就消失在大众的视线当中，慢慢被大家所遗忘。所以网友才会说，出道2年的樱桃少女生不逢时。如果她的出道可以早2年，或者是没有遇到 The Nine 这样的对手，以及在人人都不需要戴口罩保持距离的环境的话，估计也不会一次演唱会也都没有开过了。话又说回来，樱桃少女也并不是全员的存在感都很低，比如说希林娜依高，去年她就参加了一些音乐类的综艺，比如《我们的歌》，跟张信哲和容祖儿的合作表现得极为亮眼，凭借实力歌声出了圈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前段时间她参加了综艺《天赐的声音》第3季，受到了前辈们的一致好评，和胡彦斌老师合作了一首歌曲《每天爱你多一点》，粤语发音很标准，再配上那标志性的小烟嗓，让人沉醉其中。铿锵玫瑰，希林娜依高在副歌部分最高音的呐喊非常到位的，完美演绎了女性的力量感。希林娜依高天仙般的声音和梁龙老师的摇滚碰撞，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，形成了艺术的对比，让人特别过瘾。唯一像是在讲故事一般，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。陈卓璇最近也一直有新歌发布，比如和张延琪合作了 Please， 为英雄联盟献唱了职业联赛推广曲破晓来时。对比火箭少女和 The Nine， 樱桃少女虽然缺少了一些运气，但是妹妹们每一个人都很努力，都在为自己所追逐的那个目标而努力。他们身上的这种实现梦想的勇气，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。距离樱桃少女解散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相信在毕业典礼上，我们一定会等来属于他们的演唱会，了却心中的遗憾。也希望妹妹们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。宝贝们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欢迎宝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。
喜欢的宝贝记得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